哎，小伙伴们，下午好了！现在是意大利罗马当地时间下午2点41了。为什么晚上的航班这么早来机场呢？是因为确实没地儿可逛了。今天上午退房之后，那个民宿那儿存行李不是太方便，我们就来机场了。昨天玩了一天，把基本上该去的地儿都去了。这次其实没有安排罗马的行程，本来，但是呢，因为回去以后，就回去的时候，罗马这儿的航班比较多，所以就来这儿了。本来都没想昨天住一晚，因为罗马比较贵，但是觉得为了保险，所以昨天来。但是幸亏来了。昨天白天跟家属逛罗马，就感觉处处的建筑都特别的不可思议，就像走进了历史和博物馆。尤其是这边地中海气候，昨天是晴天，云特别多，然后云特别低，看着那些有点高耸入云的宫殿，就感觉我就好像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，就上了那个天庭那个感觉，看那些建筑的感觉，不可思议。之后今天就没什么事儿，就来这儿跟咱们聊聊评论，回评论好吗？那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。问我不直播了吗？是这样的，就不太能直播呀，因为这几天，第一我横跨了半个地球来旅行，我们就不太有时间就是规定时间和地点去做个直播了。然后第二呢，就网络条件也受制约，确实太远了，就是不光是连国内，就在这儿，连我日本的家里都特别慢。我觉得怎么说呢，人类的技术还是要进步。就像现在说，前两天 GPT 的那个发布会说我们响应能有多快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那网没有那么快就没用啊，你这网的延迟就200-300毫秒，你说对吧？它不是其他的问题，基础建设还得再提升吧，看怎么弄。然后关于扁平足啊，其实这样，扁平足就是走路比较痛苦，像我足弓低，我走路特痛苦。然后呢，初跑阶段特别痛苦，一旦您的力量上来了，其实你们看，为什么好多优秀运动员扁平足不受影响呢？是因为他其实已经就像马拉松或者说短跑，它其实不是全脚掌或者后脚掌着地的一个项目。但是我不是让大家去模仿跑姿，我觉得跑姿是模仿不了的。你现在想前脚掌落地和发力也做不到。我现在能勉强，就是我在体力充沛的情况下，我的自然动作是前脚掌的落地和发力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的足弓压力就小。但是呢，伴随着的就是脚踝的压力就大，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。所以我不是受伤了吗？这几天跑这边这个石头路，都是凹凸平石头路，又稍微有一点感觉，这次回去得好好再调整一下。有小伙伴问我马耳他的田径成绩，那天我那个朋友也跟我说，他搜了一下，还问我，就是比较忐忑的问我，你5公里能跑多快？我说我能跑多快。他说那你再精进就能代表马耳他的国家队了。然后简单查了一下，他们的5公里最好成绩，男子啊，都是说男子15分21秒13。这个说实话，我觉得像田中先生他们都没问题，我应该不行。10公里30分52秒52，这个就有点极限了。像10公里30分就是3分的配速，然后半马1小时03，这个不慢了。但是全马挺慢的，全马只有2小时25。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因为自然环境的问题，因为你看我在拿坡里待了3天，我们就逛，就没发现有平的地。那为什么足球就那么厉害呢？你说我们那儿恨不得每个小学都有一个足球场，都有一个400米的标准跑道，就新建的啊。像我在日本那些学校就没有标准场地，连跑道都没有。所以我也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有小伙伴说场地用钉鞋去上强度课，可能可以跑进3分。是的，可以跑进3分，但是就是还是刚才那事儿，就全大阪没有场地。它就那长居公园好像是开放的，但是它就白天付费。然后好像有一个地儿叫服部绿地，那儿有一个田径场，但是太远了。我穿过一次钉鞋，我们高1的运动会，那时候我们的中学还没有标准的400米，然后运动会租了那个联大，就是北3环还是北4环那联大，他们的那田径场。
然后有一个同学，他有一双钉儿鞋，然后我又穿上跑了一个200米的比赛，我得了那个整个年级的第1名了，27秒多一点点，大家都没想到，因为我也小矮个儿，对不对？我平常也不练。所以钉儿鞋这事儿就算了。我特喜欢那个 Dragonfly， 其实当时都要买了，就2019年的时候都要买了，要买就还没买呢，不就没有田径场了吗？那时候因为总能去北工大，真想过这个事儿。间歇跑的休息时间，其实我是这么看的啊，如果在1公里以内，比方说是像我们那个400米，就休息1分钟；1公里的话呢，休息2分钟。超过1公里的话，就是2分到2分半。如果很长，比方说您是2公里或者2.4公里这种，那可以休息2分半到3分。像我们那个321，就是第一个3公里完了之后，好像是休息2分半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然后X4的追踪，那X4不是机器追踪的，就是全景相机是这样的。它其实为什么叫全景相机呢？就是它能把周围所有的地方都能拍到，那也就是意味着你的追踪防抖其实都不是问题，都是后期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想象一下这个意思就能理解了。所以呢，我那个都是后期用那个 Insta360的 Studio 那个电脑的软件去，要不然用它的自动追踪，要不然就是手动打关键帧去处理，基本上。比方一个10分钟的视频，我的处理时间可能要15分钟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看我跑步的时候还在迁就左脚，首先我受伤的是右脚，第二呢就是我也发现拍出来是有点那样，因为如果您看到的是我的全身画面，就是拿X4的话，那一个手拿着肯定是稍微有一点奇怪的动作，而且它那个自动追踪会抵消掉人的上下。它会把人放在中间，这也是我想说，可能它的那个自动追踪有再优化的空间吧，给大家一些选项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就会看到我有点一瘸一拐的，但是其实不是。不过说实话，是有点迁就我的受伤的右脚，是有一点点的。履行维持跑量挺难的，我真的挺累的这几天。今天早上起来就跑了12公里，为什么呢？本来说去那边推荐的一个跑步路线去跑步，它是个花园，但是我到那儿发现它是一个盘山上山的花园。哎呀，我上了2个 Z 字形的山路以后，我就下来了。而且特别这边虽然今天是阴天不晒，但是地中海这个气候有些就容易让人散失水分，有点难受。今天确实有点扛不住了，然后就少跑了。这个月到现在我的跑量如果维持下去，应该是450公里。所以回答完以后啊，加跑量，这月怎么着得干到500。大家也监督我，就像那天小伙伴说，看我那个视角胖了，大家一定得监督我，这月一定干到500，回去就努力，好吗？25岁跑步1年，一开始没什么事儿，现在开始突然频繁出现伤痛，怎么取舍？有可能是因为您的训练强度上来了，也有可能呢就是您的这些关节呀、韧带啊、肌肉啊，在蜕变的过程中，原来我们看一个文章，当然不一定是真科学，就是人的哪儿的细胞多长时间更新一次，其实这人整个的运动能力也差不多。我觉得您就顺其自然，刚跑1年还不用太拼命。伤呢，你肯定不能养到全好再训练。一般我的逻辑就是养到80%，您试试。如果呢，比方说现在恢复了80%，你练了一趟以后掉到了75%，第2天再练之前呢，能恢复到80%以上，那我觉得就可以继续这么练。如果恢复不到80%以上，您就调整。您可以看我之前这2个月的视频，就我从我受伤以后，我有一段时间是螺旋上升的恢复的，我就继续练；有段时间突然又不行了，我就停。差不多就这样，自己摸索。累计跑了2000公里，然后跑了，我忘了您说了多少配速，就一直在187的心率顶。187就不管您的，我觉得最大心率虽然每个人有体质的不同，但是187确实太高了。怎么说呢？稍微放低一点强度吧，185以内我觉得还行。就像我刚说，我以前5公里通勤的时候，当然那时候是夏天，都是在180多，但是确实进步挺快的。有位小伙伴说，长期漂泊在外，回去得靠家人和朋友给带吃的，什么牛肉面呀什么的。然后我是这样，我其实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
不管是哪国的胃吧，就是我没有这个事儿，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就扎根在哪儿的那种性格的人，我可能适合漂泊吧。我觉得吃哪儿东西都对，就是我分析啊，这个饮食，如果它不好吃，不会从几百几千年前流到现在的，这个都是有历史的原因的。有的呢，可能确实你跟其他地方的比，哎，它没那么香，没那么甜，没那么腻，或者没那么的精致，但是它适合这个地方，就不包括并不限于，比方说食材啊、气候啊、人种啊、口味啊等等，它甚至就是跟这个地方的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内容都有关系。你这儿如果是大密集的体力劳动的地方，那肯定就是碳水比例就高，对吧？如果你这儿都是动脑子的人，或者说都从来他就是一个鱼米之乡，张嘴就有饭的地儿，他吃的自然他就精致。这都不一样，就跟北京一样，你北京那些吃的，有人问我去北京玩吃什么，我推荐都是西餐，因为确实本地的东西不是那么的适合其他地方人的口味，因为就像去大阪，大家看京都为什么都是那种精致的小的腌菜、小果子什么的，因为那个年代虽然京都离大阪很近，离海边已经不算远了，但是它鲜的东西还是运不进去，就只能吃咸的腌的。那你到那个东京、江户、海湾，那就是寿司吃刺身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是不一样的。那咱们国家不也是这样吗？对吧？所以就是与其想办法保持自己的这些，还不如努力去适应一下，否则的话，当然了，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自己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也做不到。比方说，在日本特别累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想吃个辣椒炒肉，辣椒不是问题，肉也不是问题，但是呢，辣椒他们那儿没有螺丝椒，这是到现在我还没解锁的一件事。一开始是买不着带皮的五花肉，后来就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买。那就是你不能说完全放弃，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不融入新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要不然您出去看看干嘛呢？出去玩，我觉得就是景点啊，还有就是看的和听的。我认为人类的技术已经复刻的特别好了，不管您是看电视，甚至现在 VR， 还有听环绕立体声也好，这个那个也好，但是这个闻和吃真的是谁都代替不了，没有技术能传递，您说是不是？所以到一个地儿吃闻一闻，这个包括触觉、味觉和嗅觉，目前是人类技术不能传递的，或者不能很好的传递的。我一直这观点。41岁开始跑步，先天条件一般，有破3的机会吗？大河原先生48岁开始跑步的时候200多斤，您想啊，对不对？街道和雨干不干净？说实话，这儿的街道和雨，就我这次来的这几个国家啊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、马耳他，还有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罗马，差不多都可能和北京差不多一个水平，比大阪差不少。就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白菜老哥，你们口中白菜老哥送的那个台湾的那个拖鞋，就是用牡蛎壳做的。这个鞋去年在大阪的时候，夏天我也是每天都穿它，出去也好，什么都买菜都是穿了一夏天，跟没穿一样，一点脏的都没有。而现在大家刚才看到那状态，是我已经在酒店拿浴液、拿各种东西刷了半天才刷成这样，这才12天，就没办法。BDC 那背心儿，对 BDC 背心儿22号日本时间我就能拿到了。就22号是合练，我肯定还是穿队服。23号如果我发视频，如果能拿到，大家就能看见了。今天1小时53安全跑完弥勒女子半马，是弥勒吧？应该是，又相信自己能跑完的一天，恭喜您！女子153不慢了。那天我看有一小伙伴发朋友圈说，有一个马拉松女子冠军1小时56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怪怪的。半马啊，让我注意小偷，不光是
这边其他平台还有讲英文的小伙伴跟我说注意小偷，我没遇到。我觉得在这儿就是尤其是在那不勒斯啊，它只是混乱，不是乱，就是混乱，就大家都乱七八糟的，随便。你知道我是那个感觉，很多人就是简单对比数字，用自己全马6分配、余值4分配，余值配速4分半以外的和全马240的业余精英比，自己配速比马配快1分钟，就让人家也要快1分钟啊！您说的这有道理，就是成绩越低的小伙伴们，其实在训练中就应该越快一点，因为您，比方说您的马拉松破4，5分41，那您的训练如果跑6分41，说实话就太慢了。我破4的时候，我比赛的时候是5分41，我训练的时候是5分20。但是如果你比赛的时候是3分45，那你不能要求训练的时候都是3分30，对吧？训练的时候可能就是4分45到5分15，差不多这样。因为越快的时候就越要顶速度。今天在北京出差，起来晨跑，跑了您跑的路，东直门这边。之前在视频里看，跑起来感觉就是梦想照进现实，感觉很奇妙。有个问题，下周要跑兰州马拉松了，温度预计18到30度，怎么准备呢？首先回答您的问题，兰州应该还是高原吧？怎么着得1000多米、2000米有，我不知道啊。如果是这个气温加这个条件，就快乐完赛就好了。然后至于梦想照进现实，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电影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没什么梦想，大家都是生活在不同的地方。我只是碰巧生活在这儿，并且把这儿拍出来给大家看了。那如果我生活在，比方说，重庆、成都或者广州哪儿的，那可能就另外一番景象。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地方过着不一样的生活。我37岁，最后一个了啊。去年4月份的时候，体重207斤，身高1.7米，人都成球了。那可不是嘛，确实是1.7米，207斤啊。6月份开始跑步，买了个烈骏6和一身迪卡侬，晚饭什么的都正常吃，平时不喝可乐甜水了，吃饭正常，基本就是下班后跑，配速6到7分钟，一天2公里，一天5公里，一天休息，这么循环，跑到11月份，5个月啊，体重减到160斤。跑步要是不是为了成绩，还是挺开心的，加油啊，小伙伴们！我能感受到您字里行间的快乐，就是新手期真的是，无论是体重下降的期间，还是水平上升的期间，都是很快乐的。这个非常恭喜您！我的心路历程是，我一开始也不追求成绩，我从破3之前，其实我都不追求成绩，我就是想让我瘦下来。一开始跟您一样，瘦到160，瘦到140、130。125，哎，好开心啊！到120，不行了，发现我还那么动，甚至我开始控制饮食了，怎么就下不来呢？甚至还反反复复。然后有一段时间，2019年，你们看我那段时间在新加坡拍的跑者1人食系列，你们看我吃那点，叫北方话叫什么？就喂鸟的饭，就那么一点点，一天1700千卡的热量。饿的都不行了，还是控制不住体重。那时候老想说我能稳定在115，但是做不到，就老是117、118，稍微多吃一口就120。我就觉得我那基因里刻的体重可能是120到125之间，就你跟他对抗就不行了。那时候我也没要求成绩，就开始难起来了。我不泼您冷水，但是呢，如果您一直这么做下去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您可能就开始略微焦虑了。我现在想开了，因为我都跑了10年了，我觉得好些事儿已经在我的掌控范围内了。所以呢，这次旅行我们的饮食也没有太顾忌。像以前我出来玩可闹心了，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，谁都不高兴。现在开开心心的，是不是？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这期说了好长时间呀，我赶紧把这一期剪了，跟刚才那期一起发上去，好吧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今天晚上飞上海，转机大阪，咱们回头大阪再见。